你不要去用信贷，真的不要去用信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贷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的旺盛。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怪怪的，可能我一开始我就是做房子嘛，所以我都从房子这里出发。那个 PTT 有一个版叫 LOAN 就贷款版，去看，我看清一色大家都在那边争专员要信贷，我看了看怪怪，就说这个信贷这么对我来说啦，它可能现在利率不高，没错，可是它那个还款年限那么短，为什么不去用房子去做理财型就好？然后看一下他们的用途，然后理财投资真的假的啦？不太懂，所以我是认为啊，如果你有什么信贷的需求，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你手上的房子能不能先增贷，然后或是用那个理财险把它设定额度，你不去动它是一回事嘛？怎么一开始就去讲到信贷？是不是那些银行或是贷款的业者广告打太好，变成说人家一想到要跟银行借钱，他先想到也不是房贷，就是信贷。那我是认为不用啦，我们就不要去用到信贷这么夸张的东西。他们真的不怕30年房贷差别关键在这个心态先说结论，心态很重要如果你一直把你在那边背房贷看成是我靠我要背30年的风险代价，那你就买不下去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月薪 30K 回高雄买房可行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为什么大家都不怕30年房贷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房贷一背就是30年，他不解，大家都不怕没有工作，过来人解答了。那这个就是原 po 在 Dcard 上发问，说房贷一背就是30年40年，压力超大，怎么大家都这么敢这么敢去背这个这么长的房贷，就不怕掉了工作或没有工作？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很典型的心魔因为就是从小我们大家都是被父母影响的嘛，不要欠银行钱啊，怎样怎样了，所以这个原 po 很怕那我们不要去怪他这个我也是常常在说啦，讲到不想讲了。好，那这次我跟你讨论的是这个原 po 在 Dcard 的那篇文章下面的留言，我觉得蛮精彩的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已经买房的人会怎么看来，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蛮靠北的，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念一下。台湾人的神奇逻辑，租房就不用怕战争，租房就不用怕失业，租房就不用怕有一餐没一餐，租房就是金刚护体，什么都不用怕然后另一个人补枪说，租房不用怕地震，是不是？租房圣体，你看你只要是租房子，你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来，我们再看一个实务派的他说15年前的2房租金7000，他那时候有买房，房贷15000，对不对？所以很明显是一个买不如租的时代嘛。他回去看他以前住过的那间房子租金从7000已经涨到15000了。对啊，你看活生生的案例，你买了房子，虽然房贷也要缴，可是房价就是定锚在那边，贷款就是定锚在那边，然后租金会一直往上拉抬，也就是你买房子你就不用怕之后会被涨价嘛。最后你要知道高手是怎么操作房地产的，先打个预防针我没有推荐，只是让你知道说有人是这样操作的。好，来你看这张图因为字很多，我简单讲讲就好，你想要详细看的话你就自己按暂停慢慢看这样。好，那就是这个网友的做法是怎样，就是还了5年房贷以后，因为怕用到钱，先转贷身上压出200万的现金抱在手上，然后想投资股票，又把钱就这样子投进股市里，最后怎样？你看他红线写的，他一间房子住20年，贷款从540，然后经过这个转贷嘛，然后弄，他现在那间同一间房子贷款给他拉到1100，就这样。但是实现了每年被动收入23万。当然啦，这次的那个美国关税股票可能他也是重伤，但是至少在这个他发稿的当下这样套利的操作对他来说啦，可能就要套利，然后弄到被动收入23万。你看人家，因为看到房贷越缴越多的嘛这就是人家把房子怎样做成金融商品在那边操作再提醒一次，我没有推荐你这样子要做，我只是要表达说，当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房子这个物件的时候，你的确会有不同的操作逻辑。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网友这样，他为什么敢这样子操作他的心态他有写我念给你听。股票房子都是资产，资产的任务就是增值房子可以住可以租出租啦那股票有股利缺钱你就增贷再不行你就卖了，不用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人家就是把房子看成金融商品然后后面就是用金融商品的方式去操作。我个人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玩起来有点夸张，但我还是推荐
就跟我一样去蹲一个重大建设啊，蹲一个胜率超级大的重大建设旁边的中古屋，然后就等补涨就好，就轻轻松松的，也没什么烦恼啊，你也不用去管那个什么转贷增贷。最重要的是，你不会被那个股票去影响到你的心情嘛？你自己看那个美国关税，多恐怖的代志。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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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关于房子是这样就是房子你要这样子想，就是说房子是所有借贷成本里面，除了你跟你爸妈借那种不用还的以外，成本最低的方式，套钱的方式你可以理财型房贷，你可以转正贷或干嘛，它可能利率没有比信贷低，那很多人不是在那边讲说现在信贷的利率已经比房贷还低，好，那是一回事，可是信贷还款3、5、7年那个理财型房贷弄一弄10年起跳嘞，还20、30的嘞，就这样所以它是借贷成本最低的钱。那借贷成本最低的钱，那个会操作的你就知道，就是借贷成本最低的钱。那我用这个便宜的钱，我去赚比较高的钱比方说市场中很多人这样子做，就拿个房子压出来的钱，然后去干嘛？去放牛皮股、定存股，像中华电信。中华电信真的是很强嘞，这是股灾在那边腰斩，然后奇怪它到底要怎样才有事？结果我现在看一看那个中华电信的股票，就是说股票在大好的时候，整个台湾股市在大好的时候，反而它就在那边跌下。为什么？因为大家想从这边调钱过去嘛。
我现在判断是这样，真是很强欸。如果之前是从房子里面套钱出来去压台积电的，可能现在是麻烦了。中华电信为什么？它就配股配息嘛，然后换算下来，它抵得掉那笔钱的成本嘛，就变成每年都怎样？小部位的话，就是每年的水电费有人帮你缴了，中华电信帮你缴了然后如果是大额的话，就是生活吃穿，大概就是用中华电信就好了，就这样啊。那房子的你要把它看成金融商品的话，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它是便宜的钱的来源，前提是房价要涨，房价要涨，这个重新建价房屋的价值就高，就有空间，就有空间你就可以掏出钱来，掏出这个钱来以像我们这么保守，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我还在想呢，我真是还在想呢，就是如果我现在我去增贷出来，到底要干嘛？我不知道呢，因为我也都没用宽限期的然后股票那个样子，我就身心就讨厌股票，你看，就这股票这是这样杀下去，多少人家破人亡，然后我是完全无伤啊，可是我看了也会怕，你知道。对现在增贷出来增贷出来又不能够回去买房地产，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要干嘛嘞，然后我又不想搞那个什么民间借贷就是借人家钱去放款或是干嘛，这是我惊了，所以我不知道嘞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非常多的，因为中老年人因为你那个房子要有一个明显的价差嘛，你让掏出来的钱才会多嘛，你可能一拉出来500-600万嘞，好500-600万要干嘛？就是股票钱的来源，然后中老年他们也不会在那边想要什么超厉害要赚超多之类的他们大概也会分一下，就是大部分还是放在牛皮股。老人超爱放那个中华电信跟兆丰金，对不对？兆丰金我看这次好像回血是蛮快的，好，那就放着不会动，然后小部分就拿去赌博，你爱赌什么你去赌什么赔掉没差，就是这样。房子真的是最便宜的钱的来源，如果你要动，你从这里动，你从房子动，你可以去设定理财型房贷一个额度就先这样你不要去用信贷。真的不要去用信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信贷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的旺盛，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怪怪的。可能我一开始我就是做房子吧，所以我都从房子这里出发。那个 PTT 有一个版叫 LOAN 就贷款版，去看，我看清一色大家都在那边争专员要信贷，我看那个怪怪，就说这个信贷这么对我来说啦它可能现在利率不高，没错，可是他那个还款年限那么短，为什么不去用房子去做理财型就好？然后看一下他们的用途，然后理财投资真的假的啦？不太懂，所以我是认为如果你有什么信贷的需求，你要不要先看一下你手上的房子能不能先增贷，然后或是用那个理财型把它设定额度，你不去动它是一回事嘛？怎么一开始就去讲到信贷？是不是那些银行或是贷款的业者广告打太好，变成说人家一想到要跟银行借钱，他先想到也不是房贷，就是信贷。那我是认为不用啦，我们就不要去用到信贷这么夸张的东西。我以前也用过信贷，帮我朋友，反正银行刚上班，然后叫我办，好，那我就办了，然后办了，我记得也办完第一呢50万，好，我都没有花嘞，我都不敢花嘞。然后要还，他说不行，有那个什么闭锁期，硬要我放，然后放了半年，然后扣。我把它还掉所以信贷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我看起来我惊了。房贷那么轻轻松松你随便二胎你听起来好像很恐怖那一般包装完之后，都讲到装潢贷，大概就是房价的1成。你二胎也是10年起跳对啊，按信贷3-5-7年，车贷3-5-7，你干嘛不去用这个便宜的钱去做你要做的周转或是理财投资？你是理财嘛？你又不是说我的理财投资就是继续买房子，好，那你就被那个信用管制打到，就不是嘛？你要去理财投资，你用便宜的钱去做，便宜的钱就是从房子身上来，我会说这个比较安稳吧。对啊，还款期限那么长要是你输掉就输掉，就不会怎么样你就慢慢还，怎么还？缴房贷你就要还了所以很难死啦那你看这次的股灾我录这支的时间是4月10号，川普就突然发文了，现在是怎样 ？X 因为以前要推特嘛X 治国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就跟我们台湾政治人物好像要讲什么重大的政策或什么也是发 FB 一样，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夸张好，然后又说什么除中国外，其他暂缓实施90天，然后现在要喷的不像样，股票真的是恐怖啦，真是很恐怖。我实在是很抗拒这个东西。这次的那个关税股灾开始，就是我们被清明年假关完厕所。然后一开盘，我靠，跌停大盘在跌停夸张那个怎么讲？就是什么涨跌幅限制7%变18%，还能跌停我靠！我们去看，对啊，跌停真的很快。如果你有做股票，你这一趟大概也是重伤。好，从这样到美股急拉才几天，你卖房子你都来不及跑，你知道？所以反而房地产在这一次好像又不是什么重伤，
当然你要说未来经济就是看坏，然后再说嘛。至少我们没有因为股票疯狂的下杀，我们就被抬出去了嘛。还是奉劝一下你要用钱要用大钱，你要理财你要家里要换车，你的小朋友要出国读书或是干嘛的，我真的是建议要使用那个啦，要使用房子套出来的钱会安全跟理想很多，还款期限那么长，然后利率也不高，没事不要去动用到信贷。我一直认为信贷是那个最后一笔钱，就是我房子什么的什么都用完了，还是要来处理的情况之下，信贷是最后一笔钱。结果大家用我眼中的最后一笔钱，用那么顺手，用那么轻易，想到就打，我看了实在是怪怪的。不知道，我就是这么保守嘛，然后就变成说我有很多钱没有赚到嘛，股票在大涨不关我的事虽然大跌也不关我的事，然后一些什么虚拟货币、比特币、安诺那个我都赚不到但我不会死啊，对啊，你看我现在我不会死啊。我还是认为稳健原则，保守原则，不然大家投资股票为了什么？为了上岸，为了退休。结果这种你在市场中在那边浮浮沉沉，然后突然被干了一刀，被抬出去。你看我一开始就讲了老了有房也有钱，好，就是老了无工作能力的时候，在那边走路走一走，这个就不小心尿失禁的岁数，你要怎么工作了？到那个时候才是人生结算时刻。然后我从现在2025年我捏到我70岁。捏房子我敢啊，捏股票我真的是不敢。你看这一次那么多0050不是说什么小资存股嘛，存钱存在股票里面，还不是被干成这样，恐怖呢，真的是很恐怖呢。我不敢我这个胆小之人，我还是都做房子就好。